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欢迎收看主观语教。最近美国的对华态度表现得很矛盾，一方面呢急于和中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呢又继续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很多人就不理解，美国到底怎么了？其实原因呢出自美国的国内。一方面，美国政坛已经形成了对华强硬就是政治正确的氛围，拜登政府必须要继续表现的对华强硬。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内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文章，他们越来越担心通货膨胀。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到底多严重呢？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现在的通货膨胀大概已经达到了5%-6%。有美国网友表示，说一个汉堡加薯条的价格现在已经从7美元涨到了13.5美元。经济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租车的费用比1年前增加了88%，二手车的价格上涨了45%，汽油上涨了45%，洗衣机上涨了30%。那么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可以说都全面涨价，而这个涨价的幅度超过了美国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可以说，通胀已经成了美国面临的最大麻烦。美国急于与中国谈判，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帮助美国。美国现在的美元超发了几万亿，它的币值是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因为疫情，中国出口的生活用品可以说是一国供应了全球，就算涨价，美国也不得不买。因为世界各大国中，只有中国现在的经济运行是正常的，其他的国家受疫情的影响，都不可能开足马力生产生活必需品。那么美国现在要想让中国救它，但是呢又放不下面子，只能一面向中国示好，另一面呢又继续对中国极限施压。现在美国的经济形势、金融形势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保尔森飞赴北京，希望中国能够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的赤字财政。中国当时投入了4万亿人民币发展国内的经济，这个呢也几乎间接的救了全球的经济。那么这次的美国政要跑到中国来谈判，那么谈判内容什么呢？经济方面呢肯定是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他会提出给中国的商品减关税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呢？其实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时代的一些经济政策它会延续不变，也就是对中国商品增加25%甚至30%的关税，这个政策暂时不会改变。那么在你不减关税的情况下，你又想让中国帮助你减小财政赤字，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中国肯定不会为了美国的财政信用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造成的混乱局势买单。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国都将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双方如果谈得好，我们加强经济交流；如果谈得不好，恐怕美国的经济危机还会持续下去。通货膨胀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能不能解决，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的高官这次跑到中国来和我们会谈，谈什么？我想经济问题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美国现在的经济形势相当不乐观，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其根源就是美国抗疫不力，整个经济产生严重下滑，而它呢有大量的超发美元。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现在又有求于中国了。
那么最有效的措施是加强双方的经贸往来。目前在经济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秉持着前政府的经济打压这个政策，不但给我们的产品加关税，而且呢，还在科技和其他的一些领域对中国大陆的企业实施打压。它甚至还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所谓的芯片联盟，来围堵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它不采取缓和的措施，反而大口一张，要中国帮助它克服目前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你谈经济问题恐怕就谈不成。只有放下身段，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才能够加强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如果美国的基本政策不做大的调整和改变，依然以围堵中国大陆、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为目标，那么你谈什么都是白谈。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